有沒有人曾經發過一篇貼文，按讚數一直不動，你每5分鐘重新整理一次，第一次12個讚，第二次13個讚，第三次還是13個，你開始懷疑是不是網絡壞了，最後忍不住叫朋友，你幫我按一下。各位，人真的很有趣，我們都希望自己是主角，最好全世界都在注意我。可是我後來發現，人生最殘酷的一件事，就是你以為自己是連續劇男主角，世界卻常常把你當背景群演。然後呢，今天的經文以西結書32章1到16節，就是神對埃及法老說的一篇主角下線通知。背景很簡單，埃及一直覺得自己是世界強國，法老更覺得自己天下無敵。神卻形容他像海中的大魚，河中的怪獸，到處翻攪河水，把整條河搞得渾濁。翻譯成今天，就是那種走到哪裡都要刷存在感的人。開會一定最後發言，聚餐一定最大聲，拍照一定占 C 位，朋友圈沒有他，聚會都不會開始，有了他，聚會也很難結束。然後呢，神突然說，我要把網撒在你身上。看到沒有？法老以為自己是獵人，結果自己變成獵物。人生是不是很像？有些人一直追名，最後被名氣綁架；一直追錢，最後被金錢追着跑；一直追流量，最後每天活在演算法裡。以前是你滑手機，後來變成手機滑你。然後呢，神說要把這條大魚拉上岸，丟在田野，讓飛鳥野獸來吃。畫面超有反差。昨天還是河裡最威風的大哥，今天變成自助餐。這告訴我們什麼啊？地位可以改變，掌聲可以消失。昨天別人叫你董事長，今天叫你前董事長。昨天叫你男神，今天叫你叔叔。時間真的很公平，誰都逃不掉。然後呢，更震撼的是，神說他要使日月昏暗，天上的光都失去光彩。我第一次讀到這裡想，有沒有這麼誇張？後來才懂，神不是在討論天文，是在告訴法老，你以為你是世界的光，其實真正掌管光的是我。現代人也很容易有這種錯覺，公司沒有我會倒，教會沒有我不行，家裡沒有我會亂。結果有一天請假1周，大家居然活得很好。唯一最難接受的就是自己，原來世界沒有我，太陽還是照樣升起。然後呢，所以神不是故意羞辱法老，而是拆掉他的幻覺。我們最大的問題不是能力太強，而是開始相信一切都是因為自己。有些人考上好學校，開始看不起別人；賺到第一桶金，開始瞧不起以前朋友；粉絲破10萬，開始連留言都懶得回。成功本身不可怕，成功讓人忘記自己只是蒙恩的人才可怕。然後呢，經文還說，很多國家會因埃及的滅亡而震驚。大家都想，連埃及都倒了，那我們呢？是不是很像新聞？以前看到某家百年企業倒閉，大家嚇一跳；看到知名藝人出事，大家嚇一跳；看到健康的人突然生病，大家又嚇一跳。原來人生沒有任何保證書，真正穩定的不是環境，而是神。然後呢，我發現我們每天都在建立自己的法老王國。有人把存款當王國，有人把外貌當王國，有人把孩子成績當王國，有人把追蹤數當王國，每天忙着維護自己的小王國。
可是只要一個意外，一場疾病，一個決定，就可能全部改變。所以神不是叫我們不要努力哦，而是不要把努力變成偶像。努力很好，成功很好，財富也很好，但如果這些東西開始取代神的位置，他們就會變成我們最大的危機。然後呢，我最喜歡這一段最後一句，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。神做這些不是因為他享受審判，而是希望人在還來得及的時候醒過來。人真正的失敗不是跌倒，而是跌倒之前一直以為自己永遠不會跌倒。真正的智慧是成功的時候仍然敬畏神，掌聲最大的時候仍然保持謙卑，高峰的時候仍然知道一切都是恩典。因為今天站在山頂，不代表明天不用走下坡。但如果神與你同行，就算走進山谷，也不用害怕。所以不要努力成為世界眼中的大魚，而要努力成為神眼中忠心的人。因為世界記住的是一時的名聲，神紀念的是一生的忠心。金句：真正能站到最後的人，不是最有能力的人，而是成功時人敬畏神，跌倒時人依靠神的人。因為名聲會過去，恩典卻永遠長存。